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演绎新仙侠，王权富贵热度为何持续上涨？为什么一部还没开播的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能让诚意的角色热度在淘豆世界连续破亿？微博话题阅读量直接冲过50亿。难道仅仅是因为狐妖 IP 的情怀？或者说，观众早就腻了千篇一律的仙侠套路，等着一部有血有肉的剧来戳心？淘豆世界的角色热度榜不会说谎，诚意饰演的王权富贵上线3天就破了2亿，比同期其他仙侠剧主角高出整整1倍。微博上王权富贵预告的话题，每刷新一次都有新的评论。有人说终于等到了真正的天地一剑，有人直接放话这部剧不爆我吃键盘。这股热度的核心不是 IP， 是诚意和王权富贵的契合度，这个角色像为他量身定制的。王权富贵是谁？是王权家的少主，从小被当成家族的剑培养，连笑都要练城市化的弧度，走路要背挺直，说话要带威严。连喜欢的糖葫芦都不敢多吃，因为少主不能有弱点。但遇到爱人后，他变了，眼神里的冰碴子化了，会偷偷把糖葫芦塞给对方，会在家族反对时说我不想当剑，我想当人。这种反差感比单纯的霸道总裁带劲多了，而诚意把这种矛盾演活了。面对敌人时，剑眉一挑，眼神像淬了冰。挥剑的动作快得能听见风声，面对爱人时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声音放得很轻，连手指都在发抖，像极了一个刚学会爱的大男孩。有网友评论，诚意的王权富贵不是演出来的，是活在屏幕里的。除了角色，这部剧的面子也做得够足。妖界的场景不是后期加的特效，是实景搭的，烟雾是用香熏烧的，带着淡淡的桂花香，路边的妖灯是手工做的，每一盏都有不同的花纹，有的是狐狸尾巴，有的是莲花，连树上的妖果都是用真实的果实染色做的，看起来能掐出水来。诚意的古装更是讲究，妖锋的刺绣是王权家徽，用的是苏绣，针脚比头发丝还细，剑鞘上的纹路是天地一剑的皱纹，是专门请书法家用朱砂写的。衣服的材质是真丝，风吹过来的时候，衣角会轻轻飘起来，像仙但不飘。王权富贵是剑，不是仙。但狐妖小红娘王权篇能让人上头，可不只是因为好看。他把传统神话玩出了新花样，妖不是单纯的反派，有的妖会帮人类治病，有的妖会守护自己的孩子，仙也不是完美的，有的仙会为了权力背叛朋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讲的责任与自由的矛盾，像极了咱们普通人的生活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？明明不想做某件事，却因为应该而不得不做；明明想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却因为现实而放弃。王权富贵的挣扎，其实就是我们的挣扎。所以当他说我想当人的时候，观众会跟着心跳加速，会跟着他一起期待自由的样子。更戳人的是角色之间的情。王权富贵和爱人的对手戏，没有歇斯底里的哭，没有夸张的拥抱，而是藏在细节里的爱。比如他会把自己的披风偷偷盖在对方身上，比如他会在对方危险的时候用身体挡住剑，比如他会在对方生气的时候蹲下来捡他掉的发簪。这些小动作比我爱你3个字更让人揪心。诚意把这些细节演得很自然，像真的经历过一样，所以观众会跟着他一起笑，一起哭，一起期待他们能有个好结局。这部剧最难得的是敢破圈。以前的仙侠剧要么是仙凡恋，要么是3生3世，要么是打怪升级，但狐妖小红娘王权篇不一样，他把妖的世界拍得很真实，把人的情感拍得很细腻，把仙的责任拍得很沉重。他没有主角光环，王权富贵会受伤，会害怕，
会犹豫，它没有工业糖精，爱情不是一眼万年，而是慢慢靠近。它没有套路剧情，每一集都有新的惊喜，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。有人说，这部剧是仙侠剧的天花板，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仙侠该有的样子，不是特效堆出来的，是人演出来的。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的火，不是偶然。他抓住了观众对有血有肉角色的需求，抓住了对真实情感的渴望，抓住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。说不定这部剧之后，国产仙侠剧会少点慢动作特效，多点真实打戏，少点完美主角，多点有缺点的人，少点套路剧情，多点创新故事。观众要看的不是完美的仙，而是像人一样的仙，像我们一样会哭、会笑、会挣扎、会勇敢的仙。诚意用王权富贵证明了，仙侠剧不是流量的游戏，而是演技的战场。他把一个被当成剑的人演活了，让我们看到了剑也有温度，少主也有软肋。就等着这部剧开播，看王权富贵如何挥剑斩破命运，看他如何从家族的剑变成自己的人。最动人的故事，从来都是打破枷锁，寻找自我的故事。